一集我们要来跟大家闲聊地球母亲盖亚。这个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到底有多久呢？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久。就话说这个地球刚刚形成不久，地球是太阳系里面的一个行星，那么太阳系呢是整个银河系里面一个比较新的星系，所以它的位置在银河系的边缘。在很久以前，整个银河系所有出现的生命啊、文明啊，这些都是集中在银河系比较中央的一个地方。那时候太阳系在边缘，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一个星系。就在很久以前，有一些外星人他发现了，在很远的这个银河系的边边有一个很美丽的星系。哇，很漂亮，太阳系，然后里面有很多星球，发现有一颗星球非常的棒，很适合拿来改造。为什么要改造呢？因为要符合他们的人种生存的话，要做一些改变，无论是里面的空气啊、水分啊、海洋啊，全部都要做一番大改造。所以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想说这么大的银河系，整个文明都集中在这个银河系的中间，那是不是我们在比较远的地方，我们也来发展一个殖民地，然后把我们的人种能够放在这个美丽的边缘地带的一个星系里面。所以他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后来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星系。这个时候，地球是处在一种非常原始的状态，这个就是地球母亲的一个起源。在当时，地球母亲其实是没有名字的，而这些外星人看到这个美丽的星球，他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Terra。Terra 就是地球，当时这些外星人看到地球，给它取的一个名字。然后他们来到这个 Terra 的星球，就开始改造这个星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其实是因为地球本身它就是一个生命体。其实我们所有的星球、行星、恒星全部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的生命体。那地球这个生命体觉得待在这个地方很无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然后他就动了念头，去显化出有人来把它改变它的外形。在现在来说就是医美啊，医美，对，就是改造它的外形，对自己的外形有更大的期待，然后就显化出医美团队来帮他修整它的外观。你举例好接地气哦。然后这个医美团队来到地球呢，就开始整个大改变。在地球上，当时是有土壤，然后有山有水，但是其他并没有一些树木啊，那些东西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就把海洋跟土地的比例重新做了调整，并且种植了植物。当时他们只把植物种植在这个地球上面，后来他们的发展团队就来到了地球，就开始玩一个类似麦块的游戏，就创世神，对，创世神，然后就开始玩，然后什么都没有，他就想说，因为他要把他们的人种移植到这个星球来居住，那么就要需要很多的生命体来陪伴着他们的人种啊，就开始设计用 DNA 去创造了很多的动物、很多的昆虫等等。哇，然后就开始研究这些东西。但是在最早期的时候，他们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是需要一段孕育期，完整的生态让它出现，所以他们最先设计的就是类似恐龙，还有一些爬虫类，有鸟啊等等这些古代的生物。设计的这些生物是用来改变这整个生态它的生物链的，让它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开始改变。整个生态孕育的差不多，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巨大的陨石，结果砸到了这个地球，大型的动物死掉了非常多，然后小型的动物死掉了也很多，但是有留下来的比较多。后来这个生态地球慢慢自己修复，然后又改变了，慢慢的这些生物开始演化到一个程度之后，然后这个团队又来到地球勘察，觉得说现在地球的环境已经很适合把他们的人种放在这个地球上了，所以在地球上就有了第一批的人类。是原始人吗？原始人，对。
他们教他们用简单的工具来生存等等，然后让这些原始人在地球上过一段生活之后，他们又来到地球上，再教育他们更进一步的生存的技巧。然后他们就越学越多，从原始人就开始会制造一些工具，然后慢慢文明就开始发展起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地球母亲就很开心，她就觉得地球非常多的生命在它上面孕育，然后她就觉得很开心、很有趣、很有发展性、创造性，然后她就用她的显化能力，让整个地球就更多的这种文明在上面更加的充实、更加的丰富。那这样一个一个文明一直延续到现在来，已经有第4个文明了。一个文明起来之后，一段时间它因为某种因素然后灭掉，然后又起来，然后又灭掉，又起来又灭掉，总共来到第4个文明才到我们这个文明来。对于地球来说，这些文明就好像在它身体上演出的一出戏码。其实时间对于我们来说跟地球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这样。我们人的生命一辈子可能是几十年、10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对于地球来说其实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像10分钟这样。所以其实地球它的生命是演化很快的，就是我们的一辈子发展，你看从没有电脑到有电脑，然后从有电脑又到有手机，然后又发展到现在手机这么进步，这整个过程也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对于地球来说，其实只有10分钟，10分钟就过了，然后就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地球的显化能力是很强的。关于地球文明的演化，刚刚稍微提了一下，现在想跟各位聊一聊地球本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体。我们都以为说地球它就是一片土地嘛，就是一颗球，然后我们生活在上面。对，大部分的想法是这样。其实地球是一个生命体。那在我们太阳系里面，每一颗星球它都是一个生命体，包括连我们的太阳，它都是一个生命体，独立的生命体。哇！我们一直以为，这些就是我们生活的土地啊什么，其实它都是生命。那它不就是宇宙最庞大的生物？比这个更庞大的都还有，就超巨大的星球。对，其实我们一直想说，人好像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然后每一个粒子，它都是有意识的，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看我们的一般的物质啊，然后把它分解开来，分解到什么原子，然后中间有原子核，旁边有电子旋转。科学用显微镜看到，哇，这么小的东西竟然有这种现象在那里旋转，是不是就跟我们的太阳系行星绕着太阳旋转非常像？其实整个生命从大到小都有一些关联性。那其实每一个粒子，大到很大的，像太阳这么大的个体，它都是有生命的；小到一个小小的粒子，它也是有生命的，它都是有意识的。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就像我们的胃，它其实是由很多所谓的胃的意识的粒子所组成的，所以其实它有它独立的意识，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爱惜我们的身体，就是爱惜许多的生命。没错，是爱惜很多的生命，他们都是众生。那么地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生命体，它带着一种很慈爱的一种状态，在孕育着地球每一个生命。我们试着想好了，我们如果能够看到太空其他星球上的一些状况啊等等，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别的星球，像是暴风啊、地震啊等等，都是时常发生的一些状况，不像地球发生的这么少。简单的说，地球这个生命体，它只要轻轻伸个懒腰，这样，然后地球上某一个地方可能就发生10级、20级的地震。如果地球这样活络筋骨，地球上面的人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地球是一个很温柔、很照顾上面所有生命的一个星球，不是每一个星球它都会对上面的生命体这么体恤。是哦。对，有的星球就对上面的生命体没有那么大的慈爱，就常常暴风啊、海啸啊，然后地震啊。是故意的哦？也不是故意，因为每个星球它运作，其实它都会有一些，就像身体一样，不时就会伸展一下、活动一下等等。那个小小的活
活动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对于上面的生命。所以地球母亲知道这一点，所以就不敢乱动。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就轻轻的动。轻轻的动。对，还有这样的。的确是这样子。原来。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地球母亲。在古时候叫做大地之母嘛，那为什么叫做大地之母？为什么是母亲呢？其实我们真正的母亲真的就是大地之母。以我们这种生命体来说好了，我们身体里面大部分都是血液，然后血液携带的氧气到我们的各个内脏去，然后产生功能。氧气其实它携带的是什么？是气，是能量。我们整个身体所有机能运作全部都依靠气。那这些气到底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空间里面有这么多这些气、这些能量存在？全部都是地球母亲给我们，都是它的能量。哇！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每天能够正常的活着，依靠的就是地球母亲的能量。所以真的，它就是我们生命的母亲，没有它，我们是完全没办法生活的。在最原始的时候，我们人类当然是一个精子跟一个卵子结合，它结合就依靠强大的这个气能量来生长，所以整个孕育我们生命的就是地球母亲。这个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到显化。这就是又是一个秘密了。我们显化，我们把信念投射出去，然后它聚集显化成一个现象，回馈给我们。这个聚集的能量从哪里来？就从地球母亲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试着说要去显化一件事情，为什么显化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跟地球母亲相应。是哦，我们踩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脉轮没有跟地球好好的连接，所以没有办法去让地球的能量跟我们的意识所投射出来的信念的能量能够完全吻合，而营造出那个庞大的场。所以要在地球上形成一个场，我们投射出的信念必须跟地球的能量能够完全的结合。这个有依赖我们比较低的脉轮。我们总觉得我们追求神圣，只要上3轮就好了，其他脉轮都无所谓。其实海底轮跟地球之心脉轮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显化一个现象，你必须把你的海底轮跟地球之心脉轮能够有很好的疏通，你才能够利用地球的能量去聚集这种形成现象的一个场。是不是？难怪那些很多修行人他们都很穷，然后都不太会显化。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太注重上3轮，对，不平衡对，不平衡。就算他们不会觉得说金钱是一种罪恶什么，但是就显化不出应有的丰盛，就跟这个海底轮有关系，跟地球之心的脉轮有关系。对，甚至基本的生活都可能会有点困难，就可能没钱吃饭等等。所以地球的能量跟我们本身的显化有很密切的关系。今天就讲到一个秘密。原来是这样。对，这个秘密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去呼求地球母亲跟我们产生连结。哇！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理论，但是今天就解锁新秘籍。解锁新秘籍。不管你要显化出一个什么情境，你都可以呼求盖亚母亲来连接你要达到的这个情境的场。它的能量会兼顾你这个场，然后会配合去让你达成这个场所应该有的所有的能量。所以你只要呼求地球母亲去帮助你显化什么，它就会赐予你能量。非常单纯，非常简单。地球母亲毫不吝啬，它庞大的能量随时都为你所用。这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秘籍。在这个秘籍之后，我们要来聊一聊有关于回馈地球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从地球取得了这么多庞大的能量，然后孕育我们的生命，然后帮助我们显化，那我们又能给地球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好像环保是地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地球的树木都被我们乱砍伐，然后空气也被我们污染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环保的不好的一些现象产生，然后让地球形成不好的状态。但是其实这些状态对于地球来说都只是很表面的，
就像破皮一样。甚至没有那么严重哦，它有点像污染了他的手臂。就有灰尘，有灰尘啊，有土啊，这样子，然后空气不好，就让地球形成一种皮肤过敏啊，这种情形啊等等。那其实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真正对地球影响很大的一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都没有去想。普遍大众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面，我们跟地球的能量是完全结合的。我们人类的能量场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这种人种是宇宙里面一种非常高等的人种。我们的脉轮系统非常的完整，我们有强大的能量，所以每一个个体它都是一个强大的能量制造机。这样的一个能量制造机放在这个地球上面，每一个个体对地球的能量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每一个人的能量，它的频率高或低，都对地球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对，一般人真的都不知道。所以真正的环保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频率环保。频率环保是所有环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什么是频率环保？也就是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频率顾好，把我们的情绪顾好，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频率环保。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拍的一部影片，叫做《大卫霍金斯能量图表》，可以看看什么是频率。那你的频率又在哪里呢？没错，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能让我们的频率维持在比较高的状态，我们对地球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而地球现在正在一种扬升的阶段，地球本身它正在提升它的能量，在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它很需要所有的人类来提升自己的能量，带动地球能量的提升。这个就是地球目前的状态。所以地球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升自己的能量，来帮助它提升它的能量。所以呢，这个环保的方面，不是说大家如果能够把环境污染啊等等都顾得很好，能够把外在的这些环保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频率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地球很美好、很开心、很健康的。目前地球是处于一种扬升的状态，当我们提供的能量频率是低频的，其实会让地球处于一种不舒适的状态。我们如果能够让自己的能量提高，然后处于一种高频的状态，地球就会处于一种舒适的状态。那他会比较喜欢环保吗？当然他还是喜欢环保的，他也喜欢他的身体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对啊，环保当然是比不环保好，但是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觉得如果世界上所有人类的频率都提升到一定的水平以上，那其实我觉得自然就会解决掉很多大部分的问题。对，就其实频率是最重要的啦。对，频率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与其提倡我们要环保，我们要吃素，不如提倡我们提升我们的频率。这样感觉是最快的。这样对地球帮助是最大的。对啊，而且频率提升，自然就不会有人想要为了吃肉而杀生。那杀生的人越少，肉就越少，那吃肉的人也会越少，因为没有人会选择杀生，而且也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去砍伐树木啊等等。对，过度的砍伐。所以我们可以提倡吃素，提倡环保，进化成提倡每个人让自己的频率提升，顾好自己的频率。这对地球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这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有些人好像连灵性讯息都不会去接触。对于地球来说，所有的人类提升灵性到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需要大家共同的显化，共同的分享。分享我们的影片就是其中一个好方法。因为我们的频道有分享很多能让频率提升的影片，就大家看看看，那自然很多旧有框架就会被慢慢瓦解，那就会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开阔。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之后我们都会陆陆续续拍成影片分享给大家。那如果这部盖亚的介绍以及盖亚的超级秘技对你有帮助，可以按赞这部影片，就等于推广这部影片，让它更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那这集的分享就到这边，拜拜。拜拜。